ChatGPT 在昨天发布了他们最新的 GPT Image 1.5 的生图模型，正面 PK Nano Banana Pro。那本期影片我将会从生成速度、中文理解能力以及对资讯与文件的分析和处理能力，对这两个模型进行全方位的实测对比，看看哪个比较强。在影片最后，我也会分享几个有趣的玩法。那要用这个最新的 Image 1.5 的模型也很简单，打开 ChatGPT 之后，在左边可以找到 Image 的图标，点进去这个 Image 之后呢，下面就有很多官方推荐的玩法。那我这边就先试一下官方提供的这个玩法，变成钥匙扣的这个玩法。我们点进去之后呢，它就会自动帮我们写好了一大串提示词，那我们只要上传一个参考的图片，然后它就会自动生成。那我们用同一组提示词放到 Nano Banana Pro 上，然后我们对比一下它们生成的效果是怎么样的。那我在实测下来呢，就发现 Nano Banana Pro 生成的速度是比 ChatGPT 要快非常非常多，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。同一个提示词你放在这两个模型里面，我几乎是同时点击的，可能差个1秒吧，1-2秒。但是就算差那1-2秒， ChatGPT 最后生成都会慢非常非常多。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 GPT 1.5 的这个模型生成出来呢，就比较写实一点，但是就有一点可怕，因为真实的钥匙扣其实它不会那么的写实，所以我自己其实是比较喜欢右边的Nano Banana Pro 生成的这个效果。那我再上传了另外一个图片，那这张图片里面既有人也有狗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模型生成的效果是怎么样的。我们可以看到 ChatGPT 在左边生成的，它就生成了一个类似毛绒的一个效果的钥匙扣吧，但是我也没看出来它是钥匙扣，但是那个提示词里面写的是钥匙扣啊。然后右边是 Nano Banana Pro 生成的，那这个的话呢，它就可以看出是钥匙扣，而且我个人来说，我是比较喜欢右边的这个 Nano Banana Pro 生成的这个，因为它比较可爱一点，而且你可以看到眼睛的那边，它比较符合我给它的那个图片，因为我戴的那个眼镜是白色的透明的，但是左边那个 ChatGPT 生成的那个它就没有那么还原，所以我觉得右边那个是比较可爱，然后还原的又比较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上传了一张产品的图片，就是我平常戴的眼镜，然后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用于电商背景的提示词来对比一下。那左边是 ChatGPT 生成的，右边是 Google 的 Nano Banana Pro 生成的。那基本上这种太简单的任务，我感觉两个模型都没有什么好 PK 的，这两个模型都很好的能完成任务。那我个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右边的 Nano Banana Pro 生成的这个效果，因为它有一些光影啊，而且它帮我改变了角度，又不改变那个产品本身的质感，所以我是喜欢 Nano Banana Pro 右边的。那现在 so far 我们试了两个 use case， Nano Banana Pro 都是赢的2-0。好，接下来我又上传了一张我自己的这个照片，然后提示词呢就是更换人物的服装。那这个提示词也是 ChatGPT 它官方，你打开它首页之后提示我们的一个官方的玩法。那这个提示词我也是完全用它的，只是我把这个提示词又放在Nano Banana Pro 里面测试一下，那跑出来呢，基本上换衣服他们两个都很好的完成了这个任务，就是把我身上的衣服换了。那这个提示词里面呢，它是说需要选择能衬托他的脸型、发型、身材比例以及整体气质的衣物，保持姿势、表情、光影和身份特征不变，确保新衣服看起来自然大方且搭配得当。那我个人来说呢，我是比较喜欢左边的 ChatGPT 生成的这个图片，因为它给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我平常会买的衣服，就是完全是我的风格。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帮我的帽子脱掉了，虽然这个发型确实也是我本人的发型啊，我的发型确实就长这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我的发型就是这样。我觉得是因为我平常在日常生活中，其实 ChatGPT 其实是我主要的LLM， 所以他比较了解我，所以他比较知道我个人的那个穿衣的风格啊，还有我的人的特征啊、性格啊，他知道的太多了，我只能说。所以他生成出来的这个呢，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的。然后对比 Nano Banana Pro 生成的这个呢，首先他换了我的帽子，我没有这个颜色的帽子。然后脸的话可以看到两个都保持的非常好。衣服的话，基本上这个
这个衣服也不是不好看，就是我自己可能会比较少穿这就比较紧一点的衣服，我通常都会穿比较宽松啊衣服的。所以在这个 PK 里面呢，我觉得 ChatGPT 赢了，所以现在目前是2-1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上传了一个我的 logo， 然后我同时跟2个模型说，根据我的 logo 和配色制作一张资讯图，比例是4:5，解析度是2K， 然后用卡通的风格去解释为什么今天美股大跌啊？今天是12月17号，我录制影片的这一天。那今天美股跌了很多啊，然后我就想测试一下2个模型，首先对即时信息的理解是怎么样的，第二个就是他们对繁体中文的支持是怎么样的。那左边的是 ChatGPT 生成的。为什么今天美股大跌？那可以看到它大字的中文其实是 OK 的，但是它可能重点有点不太对，因为它美股大这3个字是重点，但其实实际上重点应该是美股大跌这4个字嘛。然后它生成出来的风格呢，也是 logo 啊，它没有用我的 logo， 它用了我的人的那个卡通的形象，可以看到它小字基本上是不对的，是错的。你可以知道通过字形知道他在讲什么，比如说第一个是经济数据不佳，第二个是升息的担忧，第3个是财报表现不佳，第4个地缘政治紧张。但是我们因为知道中文字是怎么样，所以凭感觉可以知道他在讲什么吗？但是实际上他小字全部都是错的。但是右边的 Nano Banana Pro 生成的呢，首先他完美的用了我跟他说的提示词，他用了我自己的 logo， 然后他生成出来的配色呢也是符合我自己的配色的，然后他给我了一个很 Q 的熊。然后为什么今天美股大跌？这个他们2个的标题都是对的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明显 Nano Banana Pro 对于中文的支持是好不是一个量级啊！你看它中文字，通胀与利率忧虑，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财报，市场情绪与恐慌抛售，还有给我一个结论，多重负面因素引发市场波动，都是对的。它所有的中文字都是对的，而且它明显看到它生成出来的效果，我也是比较满意的，比较可爱一点的，所以 Nano Banana Pro 又赢了。它对于中文的支持啊，至少我今天测试下来 ，Nano Banana Pro 赢3-1。好，下一个用法。那下一个用法呢？我想测试的是他们2个模型对于文档，就大量的文字和文档信息的处理能力。所以我同样的上传了我的 logo， 另外加上 Nike 的财报，然后我跟他说，根据我的 logo 和配色制造一张资讯图，用卡通风格繁体中文解释这份财报的数据。那这个提示词跟刚刚那个稍稍有点不一样。刚刚那个呢，我没有给他任何文件，我只是跟他说为什么今天股市大跌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那他自己要用到的能力就是要搜索今天的新闻。那他们2个明显都搜索了，给出来的结论啊都是差不多的。但是这一个 test， 那我给他们的难度就升级了，因为是用我上传的文档的信息。那左边呢，这张图是 ChatGPT Image 1.5 生成出来的。财报数据报告这个大字没有问题，然后配色用上我的 logo 都没有问题，但是同样的，它中文字全部都是错的。然后下面未来展望、拓展市场版图、增加这个中文字，你可以看到控制这里也是错的，小字都是错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生成的数据，对不对？左边 ChatGPT Image 1.5 生成的这个250万季度营收创新高，首先那个字肯定是错的，这个数字本身呢也是错的。但是我们来看右边 Nano Banana Pro 生成的，首先它 Nike 会计年度第一财报这些字都是对的，然后截止到2025年这个也是对的，它里面提到的所有的中文字都是对的。其次就是它里面的数据也是对的，117亿这个总营收也是对的，毛利率、净利这些数据全部都是对的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有 cite， 就是它的这个数据都是有理有据的，不像 ChatGPT 它生成的是没有理没据的。我不知道它的那个数字是怎么来的，反正不要指望，暂时啊这一刻不要指望 ChatGPT Pro 能根据你的文档去给你生成一张很准确的资讯图，但是 Nano Banana Pro 就可以，它生成出来的很完美，我非常满意。而且他还给了我这个数字在哪里来的，所以就很放心。到目前为止 Nano Banana Pro 90%的维度都优于这个 GPT 的 Image 1.5 的这个模型哈，4-1目前是。然后接下来
我换了一张新的参考图，然后我给2个模型的提示词都是同一个，一张超写实的错位透视摄影作品，从极低的角度拍摄我看起来像巨人般站在三藩市的街头，穿着 Nike Book One 的球鞋，比例是怎样的，解析度是怎样的。那我主要是呢想考核2个模型对于我给它提示词的比较细的理解哈，比较一些新的资讯的理解。比如说这个 Nike Book One 的球鞋是真实存在的一个鞋款，但是生成出来的2个都其实没有达到，2个生成出来我穿的鞋都不是 Nike 的 Book One， 但是左边的 ChatGPT 它生成呢有个 Book 字，它算是沾了一点边，但是它生成出来的其实是有一点像啊，它应该是做到了可能70%吧，它生成出来有点像那个 Book One 的那个鞋型，但右边的 Nano Banana Pro 生成出来呢就完全不是 Nike Book One 的球鞋，它就是 Air Force One 嘛，所以它理解错了。然后我们来看比例方面，右边那个 Nano Banana Pro 它生成出来才是16:9的比例，那左边的 GPT 的 Image 1.5 生成出来的呢就不是16:9的比例，所以它对于比例的理解也错了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Nano Banana Pro 是正确的。然后我把这2个图片下载下来之后，我再对比了一下，那我发现呢 Nano Banana Pro 生成出来的图片的 size 是非常大的，7.2 MB， 然后 ChatGPT 的它的那个图片的 size 只有 2.9 MB。那为什么 size 会差那么多呢？是因为 Nano Banana Pro 生成出来的尺寸呢，它是比较解析度比较高的，但是 ChatGPT 它生成的这个图像呢，首先它的比例是不是16:9，然后它的解析度呢也是比较低的，所以为什么下载下来2个图片的尺寸和 size 会差那么多？但是可以看到 Nano Banana Pro 生成的它还是有水印，对不对？但是左边的 GPT Image 1.5 我们肉眼是看不到有任何水印的。那下一个对比呢，我就用刚刚 Nano Banana Pro 生成的这个图片，因为我打算用这个作为封面图啊。然后我同时上传了这2张图片在2个模型，那我给他们2个的提示词同样都是一样的，人物表情和衣服都不变，左手拿着香蕉，右手拿着 ChatGPT 的 logo， 然后比例还有解析度。那可以看到生成出来同样的，左边的 ChatGPT 它生成出来的比例没有完全是16:9，但是右边的 Nano Banana Pro 生成出来就是完全的16:9。那这2个版本的话其实差不多啦，这2个版本我感觉算是平手吧，他们的手指的比例都是对的，2个风格不一样，我觉得这一轮应该算是平手吧。那目前就是5:1 Nano Banana Pro 还是赢的。然后接下来我又上传了另外一张的参考图，然后需要它按照我上传的我原来的图片，然后按照提示词去改变我的形象。那可以看到呢，左边是 ChatGPT 生成的，右边是 Nano Banana Pro 生成的。那左边的我脸上的纹身啊，其实它是没有按照我给它提示词的，因为我明显的跟他说脸上的纹身是勇气。那可以看到右边 Nano Banana Pro 生成的就是勇气这2个字，他对中文的理解就比较好。那虽然他对中文的理解是比较好，但是他生成出来呢，左边的这个明显我比较帅是吧？就是我自己感觉了，起码右边那个生成出来就比较胖一点，虽然可能更加符合我实际的现在的情况哈，但是我自己的话就比较喜欢左边这个生成出来就比较帅比较酷一点。那在这边的话我还是算平手吧，因为我觉得 ChatGPT 它有一个unfair 的 advantage， 就是我平常跟他说话太多了，所以他可能知道我大概喜欢什么样的风格。那左边的 Nano Banana Pro 就比较实诚一点，他真的就是完全按照我给他的提示词去生成。但是呢，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左边的，所以这一轮我就当他们平手吧。所以现在目前为止还是 Nano Banana Pro 赢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提示词是我在那个 Threads 上面看到比较好玩的一个玩法。那我就是同时上传的同一张图片，那这个图片就是我上一期的那个封面的图片，然后跟他说用红色奇异笔在上面疯狂的加中文的手写批注，涂鸦乱画，请发挥毒舌风格，针对照片中的人物进行吐槽，比如说穿着、表情、动作，然后视觉上要有箭头、圈圈、打叉，并随机贴上一些像是小贴纸的图案，风格要很混乱，而且充满迷因感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右边是 Nano Banana Pro 生成出来的，它的中文字很完美，完全都是对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吐槽怎么样。这毛毛是安全帽还是香蕉？
笑死人！到底在骄傲什么？这墨镜是在 cosplay 还是算命？穿着外套是准备去跳 disco？ 我觉得他吐槽的还蛮好笑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左边的 ChatGPT 生成的，这是在臭屁小三小哇！但是他的用语是非常当地，但是呢，他的字又是错的。我相信如果他全部字都是对的，应该会吐槽的比右边的 Nano Banana Pro 会更加的狠一点，但是它的字是错的嘛，所以只要涉及到文字的中文字的都是 Nano Banana Pro 赢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上传了一个我的太阳眼镜的图片，然后给了他们同一组提示词，反正呢就是让他们把这个图片比较粗糙的图片变成一张可以发在 Instagram 上面的比较复古的、比较质感高的照片。那同一组提示词，左边是 GPT Image 1.5， 右边是 Nano Banana Pro。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左边的这个 GPT Image 1.5 生成出来的，它的整个光线啊、搭配啊、构图啊，我觉得都是优于右边的 Nano Banana Pro 的。因为这个提示词本身，我的重点其实是我的产品嘛，所以它很好的理解了我给它的话，这一张完全你可以发在 social media 上面，也不会觉得很假。那右边那个的话呢，就有点假假的，而且它的重点并没有放在我的产品上面，所以我觉得这一轮是 GPT Image 1.5 赢了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应该 PK 了有大概10张图片，有几张是平手的，但是大比分还是 Nano Banana Pro 赢。那不管是在对中文的理解、图片生成的速度，还是在对于文档和资讯的处理、分析和理解和呈现能力，都是 Nano Banana Pro 赢的。那简单来说，如果你只能选一个模型的话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今天这个测试很明显的告诉了我要选 Nano Banana Pro。特别如果你生成的图片是涉及到大量的中文的话，那就更加选 Nano Banana Pro。那有一些特殊情况，我觉得如果你的生成的图片是不涉及到中文的支持的，只是比如说产品的图片，那可能 GPT 生成出来的会好一点。另外还有一点就是，如果你想生成的图片是比较更符合你个人的一个style， 或者是你想它更了解你的，而不是说一些针对文字的理解和处理的话，那我觉得 ChatGPT 可能会好一点。但是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，因为明显我们刚刚 PK 下来，那文档处理啊、文字啊都是 Nano Banana Pro 优的，但是一旦涉及到要我个人的一个风格爱好的话，它明显就是比 Nano Banana Pro 又好。那我觉得这个区别在于你平常用哪个模型多，因为我自己的话，平常是用 ChatGPT Pro 比较多的，所以它对我的了解多，但是我平常很少情况下会用 Nano Banana Pro 去谈心。更多的是就是工具人，就是写代码啊、写网站啊、写小程式才会用它，所以它对我个人的风格理解没有 ChatGPT 那么多，所以在涉及到我个人风格的图片上都是输给 ChatGPT 的。好，接下来分享几个我在网上看到的有趣的玩法，还有我自己平常用的玩法。那最后就说一下在生成图片上面比较基本的一些提示词吧。第一个就是比例。那 IG 呢，通常是4:5或者是1:1。第二个就是解析度，第三个就是色彩。那建议大家选一个主色，一个配色。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经常要生成产品的图片啊，或者是一些资讯图的话，那你提前给它一个主色和配色，并且给你的 logo 给它参考，那就可以让你的品牌视觉更加的一致。第四个就是字体，那你可以定义标题字、内文字的风格和字体。如果你提前跟他说的话，比如说你提前生成一个brand 的 style guide， 然后这些东西信息都在里面了，你就上传给他说，以后你生成的所有图片都按照这个比例、这个解析度、这个色彩、这个配色、这个字体，那它生成出来的就会自动的保留你的品牌的风格。那我的 Instagram 跟我的 Flex 上面的所有配图，其实都是我提前跟他说了我的风格是怎么样的，所以不用每一次都重新调，我只要跟他说信息，他就自动帮我生成好了这个资讯图了。那如果大家喜欢本期影片，可以点个赞，让 YouTube 推更多的这种影片给你。还有想看我用这2个模型生成出来的图，可以 follow 我的 IG、我的 Flex， 还有本期的文字版在我的电子报里面，大家可以订阅我的电子报获取。我是贝登布莱登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